大家好，我是弯弯，我是小花。今天的爱情假议题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时候适合出柜？应该要在单身的时候出柜呢，还是有对象再来出柜？还是要经济独立到可以搬出家里再来出柜？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的时机？我们今天问题很多哈。对，我跟你说，光是单身出柜还是双生出柜这件事情，就本身就是个假议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要有女朋友。好啦，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谈家人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身边多少都有一些朋友知道自己是就是同志的状况。当然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状况啦，因为像可能我们很多粉丝是马来西亚，他们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说，甚至连自己的朋友他们都会戒慎恐惧。对，但我们今天针对家人来说，因为其实家人就是你最重要的后盾。对啊。在我们跟家人出柜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刚讲到底什么时候适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准备好的时候。你自己准备好有很客观跟主观的啦。你主观当然是你自己心理上要觉得 OK I'm ready， 我豁出去了。OK， 但客观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照顾自己。对。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够做的很有限，所以你可能真的要缓缓。但你可以努力的在你的学业上，或是你平常生活表现上好一点点。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那如果你已经出社会的话，你相对来讲你应该要有经济能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进行孝道，大家讲的孝道嘛，让爸妈觉得你是个友好的人。好，提到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的父母会对于同志会有刻板印象，毕竟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新闻媒体对同志的描述都是很不好的。对，那时候的性平教育也不像我们这一代，其实真的改善非常多。对，但要怎么样让爸妈觉得放心呢？就是像刚刚讲的，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你出社会了，你都要去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让爸妈可以安心。以女生来讲，爸妈最希望的就是可以以后昂塞啊，将来有人照顾啊。每次有长辈跟我讲这件事情，我都会我好卡好手。我要人家照顾我干嘛？我跟男人结婚，说不定我还要照顾他。是不是 ？OK， 好。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你要先把自己准备好。那你把自己准备好，就开始可以有下一段的攻略。第一步呢，当然是你要去试探你的家人能不能够接受。就你要知道你现在需要准备多少弹药，是个长期抗争还是其实是个短期？就是你要估一下，就是你自己也需要一点心理建设嘛。对，我觉得心理建设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心理建设没有建设好的话，在这个出柜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对你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事情，你等于是也会影响到你的下一步啊。对啊，或者是影响到你的那个工作啊，或者是影响到你的学业，然后这后面影响层面又更广。他家人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来质疑你的能力。对，虽然很不公平，但是你必须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是很强壮的。对，然后让自己可以很理性，不要自己先失控，因为你知道。先失控就会场面更失控，你无法保证你爸妈不失控，你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失控，只能这样。OK， 好，那怎么试探呢？为什么今天拍这集影片？因为这个月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5月17的世界不再恐同日，跟5月24的台湾同婚合法的周年。对，那其实，在去年前年开始有同婚法案的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趁势出柜了。因为有议题嘛，就可以跟你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说，爸妈，那你投票会投怎么样？如果我是同志，你会怎么样？就刚好是个有议题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去聊。对，现在你们可能觉得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5月，怎么办？对不对？总不能等每年等5月的时候就气化一次。我跟你说，有个更快的方法，你就跟你妈分享我的频道。我频道还有那个做萨尔风的，有没有？你就挑哪首歌你妈比较喜欢，或是你私讯我，你跟我说你妈喜欢那首歌，你点给我好不好？为了帮你出柜，你就让你妈可以先认识我，然后再从我的影片当中看到其他话题。喜欢之后有讨论是不错，让她知道其实同志也是很优秀的，对不对？就长得好看又有才华，讲话又有脑袋这样子。你妈一定会越来越对同志有正面影响。妈妈就会问你说，这女生长那么漂亮，有没有男朋友啊？你就可以大方说没有，她有女朋友。你看他们都讲这些爱情话题，你看我真的觉得学习很多，是不是一个新话题？我又在业配自己的频道，我真的觉得突然间这样讲，我觉得我频道有非常非常多的正面意义，好多元哦，帮助大家出柜是一个新的业务这样子。OK， 好，所以总而言之是开话题啦，但是开话题这件事情只能帮助你先小小踏出一步。然后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因为其实当你开始跟爸妈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本来就是比较外显的，可能你从来都不交男朋友啊，或是你常跟女生在一起啊，就是一脸提样的啊，其实你爸妈可能都心里有底啦，只是双方都不知道怎么去说出来。
再来就要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你今天心理建设好，然后你也大概知道你爸妈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试探到一个阶段，你可能就要开始想要怎么说出去这件事情了。那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害怕，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比较好的话，可以去打同志咨询热线，他们是可以协助你的。然后大家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热线，它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的热线。那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先请大家回想一件事情，大家在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应该都经历一段不短的认同期。有的人其实很快，可是我有听过那种10几年的也有。因为小王其实没有经历过认同期，他从自有意识自然就知道自己是喜欢女生的。对，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自己其实有，我其实一开始跟他一样，我在国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不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那时候同性蜜有期嘛，就喜欢女生，我也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之后去上网查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才发现同志竟然是这么十恶不赦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网络上写的都是很负面的新闻，那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是同志？在我抵赖完自己身份，慢慢接受之后，我开始经历很多次的那种，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认同期嘛，然后你可能会跟很多异女在一起，但他最后又投怀送抱到别人身上那种，然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不祝福同志？所以你就会很想要改变自己。其实我这段时间拉超级长，对，但是到最后终于定下来，那应该是多久之后的事情了？快要1、2、3、4、5、6、7、8、9、10啊！我也是那个10几年的人呢，好久，好恐怖哦！因为我从国中发现，然后到我大学最后定下来，那就10几年了。天哪，对嘛，10年有啦，对，好恐怖哦。好，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你拉那么长时间给自己，相对来讲，对你爸妈其实也是一样，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没错。那你自己爸妈那一关呢？我爸爸其实还好，我爸爸就是从小，因为我爸是很 fashion 的人，他从小就知道我有可能是同志，他自己也把自己做好了很大的心理建设，对。然后反正是我妈妈，对我妈妈在我国小发现我跟我女朋友互传情书的那部分，她就自己很没办法接受，然后还私下去找老师谈。对，但就是还希望那个学校那个心理师、辅导老师来辅导我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件事我是觉得还好啦，只是到最后为什么他会释怀了？这就关系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他发现你不嫁人也不会怎么样啊。对，而且就是我工作能力啊，或者是我当时的课业啊，都表现得很好，他反而会觉得说，我女儿是同志，她反而觉得自己很骄傲。你看，同志之光，对啊，我觉得刚刚这一 part 其实蛮多家长会经历，尤其妈妈，因为妈妈觉得是不是我把你生坏了，我是没把你教好，很多妈妈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之前还会遇到很多粉丝，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妈妈带她去看精神科，对，然后医生说没有，你女儿很正常，我觉得你比较有问题，要不要看医生？真的，我遇过这种，我觉得很好笑。对，所以如果你爸妈今天真的因为你出柜，然后要拉着你去看精神科，你不用太担心，好不好？精神科医师挺你的，跟你没有事，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出柜？这件事很重要。你今天出柜不是只是说要宣告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做好心理准备是好没关系，我们就断绝关系，所以我出柜。不是，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经历过一段日子是，你可能谈恋爱，可是你失恋了，但是因为你的对象是同性别的人，然后你没办法跟你的家人说，然后你可能很难过那段时间，你回家就都不讲话，甚至可能臭脸，可能不耐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爸妈可能觉得，你怎么变了？对，你是不是叛逆了？你是不是不爱爸爸妈妈了？会有这段时间，可是你心里也很纠结，因为你其实很想要有人可以依靠，可是一直没有办法，然后长久累积下来，你可能会跟你爸妈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来讲我自己的故事，对，我妹一直到我跟她出柜当天才知道，原来我之前带那么多回家的女生都是女朋友，都不是好朋友。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出柜其实不是为了厮杀嘛。对啊。其实出柜你是为了让关系更紧密，无论跟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半，你希望能够让对方有安全感，你也希望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自己有安全感，因为很多人会害怕会被半路杀来爸爸妈妈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给我分开！这个以前不是很常被拿来写成那个电影吗？对啊，就什么北一女然后在一起，然后之后就被爸妈要求分手。对，然后之前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社会新闻嘛，然后他们之后就轻生了。这样回到刚刚的重点，就是你要抱持着一个比较重要的心态，是你希望关系的修复。对，你不要觉得今天是失败了，我们是不是我
我就输了就怎么样。关系这件事情是一辈子都在经营的，不是只有伴侣，你跟家人也是一样。说到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个 Netflix 的原创纪录片，对，纪录片非常感人，它叫做《不能见光的爱》，它在描述一对老妻妻。对，说到这个很生气，你知道之前就同婚刚通过，就一堆人说同志我就没看过几个白头偕老的。真的是眼光短浅到不行，就是没看到。OK， 你给我看那个影集，我生气。好，反正总而言之，我每次看到这种影片，我都会很感人，因为你就知道，而且这个纪录片他们刚好又有很多照片，年轻时候的照片跟影片，所以就看到他好像在回顾他的人生，你知道吗？对，他们在一起60几啊，对，他们在一起60几年才跟家人出轨。对，那时候他们的爸妈已经过世了。当然了，不然他们已经是人他说那时候跟家人出轨是他的下一代，对，就是子女他们，对，因为他们其实关系很好。他其实到那时候还不敢出柜，就是怕他的下面那一辈的人会就这样跟他断绝关系。对，所以他们即便活到美国都已经同婚合法，他们还不敢出柜。对，但他们之后在养老院里面结婚。然后看到那一幕真的很感人，因为那牧师就讲说，你们从此又可以用妻妻相称，再也不用说对方是你的表姐妹，就。他们就像60几年不离不弃，而且他们以前身处的年代是，如果你是同志，你出现在同志酒吧，你身上只要没有穿3件以上女性衣物，他就可以把你抓走。而且抓走就算了，他会在报纸上面公开你的名字跟职业，所以那时候非常多人失业，很可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惊人。对，好，为什么讲那么远？反正总而言之，重点其实是关系的修复。我相信他们会在最后愿意跟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讲这件事情，也是希望能够不要活在谎言里面。因为没有人喜欢自己生活一辈子，然后好像都在隐藏什么。对，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能够被接受祝福，然后都很希望可以把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跟身边的人分享，尤其是你的家人朋友。对啊，为什么今天会先提到家人？家人为主题，就是因为我自己亲身觉得，如果你得到家人的祝福，就很像有一个神力护体。对，最近刚好听到那个主日的时候，牧师有分享，因为刚好在讲到母亲节嘛，讲到耶稣的母性，他要讲说，因为牧师其实是在基督家庭里面长大的，然后他跟他妈妈出柜的时候。他妈妈其实很不能接受，在一开始的时候，但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肯定跟他拼了。这就是妈妈啊，这就是妈妈。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害怕，爸妈一定会对你拳脚相向。家人，对，虽然说他可能过去讲过一些威胁的话，但是他们真的是爱你的。对，那你只要有一样这样的心去面对他们，我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慢慢的解决。但就跟刚刚讲认同期一样，时间可能很长，你可能需要做好很多心理准备。但如果这是你希望做的，就 OK，Go get it。对，希望今天这集影片对大家有帮助啦。突然间想唱一首歌，好，我们每次都要唱一首歌结束吗？没有啦，因为真的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是那个赞美之选的歌，他就讲说，相信有爱会有奇迹，就算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因为我怕我唱不好听，所以我直接下面放链接，继续听好不好 ？OK， 好了，反正就是大家要对事情是有盼望的。对，如果你在一开始的就先入为主，觉得我爸妈一定不能接受啦，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啦，我爸妈一定不能接受，因为老一辈啦，我爸妈一定不能接受，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反同啦。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去看你爸妈的话，其实你爸妈也是这样看待同志的，你凭什么让他们改变？对，所以希望大家在面对出柜这个议题，尤其是面对家人的时候，都可以有更正向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然后我相信，当大家是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就会更多正面事情发生。希望这集影片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大家在出柜上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你刚好就是身处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更保守的地方，那你们真的很辛苦。希望我们的影片常常可以带给你们欢乐，也相信你们可以度过这段时间。加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我的影片，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